朋友，好久不见。这个久别重逢的时候，咱们必须吃点好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才算一餐好饭？无论何时，亲手制作都是中国人最高的餐桌礼遇。人们舞动食指，驾驭工具，用触感与律动同自然对话，和食物共情，与时代大潮相拥共进。双手触及之处，食物千变万化，滋味历久弥新。心手合一，方得手作之美。潮汐在浙江东部的海岸线上堆起片片滩涂，表面看似平静，但丰富的有机质让这里生机暗藏。退潮后，是各类滩涂生物出门透气的时间。红钱蟹以藻类和动物碎屑为食，袖珍小钱能在淤泥中刮取食物颗粒。独属于雄蟹的显眼大钱，既能防身，也为求偶。它们的速度冠绝滩涂，稍有动静，只需半秒就能销声匿迹。赶海的过客想要抓上几只，实属不易。其他动物也难以近身。几乎没有天敌的它们，大量繁殖。不过，江湖里没有绝对的王者，谁都难免遇到克星。就够了一个了。这手看似简单的绝活，朱英健苦练了10年。8歲開始啦，個錯啲啦句啦咩順利咧，咁啦掉咧，佢睇下你我只打下打發你個，咁佢想那時候一隻隻好句多你咧佢啦，唔中意啦，2個燒碗。雞蛋大小的8爪鐵鈎，掛在1米多長的竹竿上，就是為紅錢蟹量身定制的奇門兵器。滩涂上泥泞湿滑，目標也從固定靶變成了移動靶。你跟上嘛，跟着我慢慢走就行啊，走太快了的話，蟹爬進洞裡去了。那這裡也有了，那幾個啊，來，別動了啊。不要再动了，走得太快了，前面的蟹都爬进洞里去了。与红钱蟹过招，难免一时失手。调整准心，全当热身。哈哈，又一个。
瞄准螃蟹身后一拳，调动手部小肌肉群，由下而上，像蜻蜓点水般迅速收回。当地形象地称这个手法为“荡”。荡字诀讲究的是分寸毫厘的精准。趁着退潮，半天劳作，朱英健能收获20多斤红钱蟹。滩涂的小蟹是高钙食材，鲜味的基础来自体内大量游离氨基酸。各种烹饪技法与之搭配，都只求取其鲜味。执迷于鲜的宁波人，另有更心仪的做法。咸肉、蚕豆与红钱蟹的本味相互催发，沸滚8分钟，蟹先尽数提取，让海上陆地40节令融汇交映。这样也买？你挖它太油腻了。食材匮乏的年月，红钱蟹是当地人独享的天然味精。10分蟹，3分盐，封坛腌制半年，蟹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被充分分解。蟹酱绵密细腻，夹杂发酵后的微酸，透出霸道的咸鲜。这几个蛋，这是泡的。与小土豆、新鲜芋奶搭配，只需轻轻一蘸，口中久久留香。几十年来，朱英健最离不开的就是这一口。就是我有。阿拉大虾啦，发展到精准的行业来做。我主要的是来农业里那个种点蔬菜，那么忙活嘞，都只有大虾。阿拉老厂给我700户左右人家有500多个人，都会海洋里的大虾，搿人等于连饭也好到了，对吧？如今，掌握当蟹手艺的不足5人，61岁的朱英健最年轻。他身边的当蟹搭档已是78岁高龄。双手是人类最灵活的工具。一些古老的技法或许渐行渐远，但中国人与自然对话的故事还在延续。当蟹靠的是精准，捕捞比的是速度。在1500多公里外，人们披星戴月，试图从时间手里多抢回些收获。浩瀚深邃的北部湾，鱼灯如豆。行船2个小时，乌雷村的渔民终于来到了他们的目标海域。在当地方言中，捞既是动词，也是名词。当名词讲时，
就是我们熟知的海蜇。海蜇的身体95%由水构成，离开海水随时会死亡。之后会在内源酶的作用下发生自溶，水分大量流失。于是，一场与时间的竞速悄然开始。这片海域的成年海蜇体重能到40多斤，每拉起一只的劳动量，约等于给饮水机换1桶水。小渔船上没有苍氧装置，渔民们只有速战速决，尽快返航。码头上，连夜捕捞的海蜇已在大量流失水分，必须尽快完成分拆。此时，乌雷村的妇女们严阵以待。一车海蜇留给他们的时间是15分钟，每拆一只最多15秒。看似简单的拆字诀，讲究心明、眼亮、手快。哇，你会觉得这个好干啊！将蜇皮与蜇头分离，蜇头再一分为3。除了当地人称为大花的蜇头根部，其余部位都是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凉拌食材。扭花而家扭花17號，嗰啲腩肉、扭腳嗰幾種就係使用我哋全國各地。北方人做海蜇有独特的炖烧技巧，蜇皮切片焯水，与五花肉一同煸炒。为避免化水，必须旺火快翻，焦化的表面形成保护膜，才能将水分紧紧包住。而析出的少许水分，正是炒菜变身炖菜的神来之笔。每年农历2月18，是乌雷村的大王庙诞，村民欢聚一堂，捞起一口海蜇丝，寓意着全年风生水起。赞美双手，实际上赞美的是人。所谓能手、好手、妙手，都做到了心手合一。人人都有一双手，为什么只有少数成了高手？在泰州江堰，很多人的清晨是被大炉烧饼馋醒的。郭金才师徒经营的，是当地唯一一家还在沿用传统火烤技法的烧饼店。地处早茶风俗盛行的江苏中部，泰州人对每天的第一餐格外重视。发面裹馅儿，可咸可甜的烧饼是最重要的点心。这个内径1.3米、深度1米的球形大炉，传到郭金才手中已是第7代。如今加装了排烟净化装置，才能在城市中得以保留。烈火燃烧3分钟，
大炉中心达到500摄氏度以上。炉温达标后，需要压低明火。因为即将进入炉内的不只是烧饼。你贴满这140个要多长时间？你算过吗？8分钟，要8分钟贴140。满5年前没有啊。我做的一炉啊，多少？比这个炉子大，一炉300多个。早晨做多少？3000多个。说都可以了啊！一炉在那2楼，不能分上去有几槽？哎，你说2楼，大炉同时边有边。就是别摊上肉。炉顶温度高，两侧温度低，自下而上贴满一炉是140张饼。探身入炉时，全身的平衡都系于2根手指上。单手托饼，在近200摄氏度的炉壁上按压2秒，一次2张饼，入炉70次，每天15炉，10年下来，300多万次入炉，让双臂布满火斑。如果说贴字诀是注重外力和硬功的少林拳法，那挑字诀就是太极。炉内有温差，贴饼有先后，看似随意游走，实则是挑起炭一样热的秸秆，保持与饼至少10厘米的距离，烘平烧饼的火候差异。这门功夫，目前还只有师傅1个人能从容驾驭。刚出炉的烧饼饱满金黄，麦香扑鼻，散发着麦芽糖加热后的甜香。外皮酥脆，内馅松软，柔韧的中间层会与牙齿拉锯对抗。小小烧饼口感却很多元，堪称一站式满足。宁可一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饼。3、5块一个的烧饼，来上2张，搭配一碗鱼汤面，碳水配碳水，才能为江堰人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。比起生意，传艺更是郭金才心中的头等大事。江阳哎，姑娘娘，你婆婆你的，没有你在前面，你这毛你不能跑，到了宝贝，稍微敲过的点儿，轻柔敲点儿，2个叉点努力敲，那咋能敲啊？努力几年努力敲，2头都在那头敲的点儿的呢。好了，不能不对了。下次我的活事啊，你不听啊，那老。火候还差一点，有时候吧缺一点灭火，有时候吧就是那个颜色啊不齐。还有我在这边要看火，练给他练了，练了他就是啊
它没有专线。小伙子呢，就是还是少在吃苦耐劳的，掌握这个智能麦，他现在有了70%了。每天中午，小店下班后，师徒俩雷打不动的一件事，就是洗去一身烟尘。哎，对这个切点啊，还有骨板的养筋，生理自己都把那骨如果看到，哎，好，哎，这个菜还有熟啊。师徒如父子，少言但默契。静待火候成熟，手艺就会像传家宝一样传承下去。中式烹饪代代精进，登峰造极之处，要看中餐一把刀，在厨师的双手中生发出万千巧技。扬州的菜市场不仅卖菜，也提供食材粗加工的便民服务。对淮扬菜名厨陶晓东来说，这是他年轻时候磨练刀工的实习基地。快20年了，我来的时候，我们学徒的时候，石塔菜场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为民服务，拿个砧板，戴个红帽，就切了。实习的主要课程就是切干丝。来买点杆子，放干。来50块，嗯。机械化时代，菜市场也装备升级。啊，这个现在都是机器切的了。原来都是对呀。这是否预示着人手将被机器取代？我们现在手工切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都很难。你切1块2块可以，50块要保证这样的速度、这样的质量，那肯定做不到。跟机器比效率，陶晓东心服口服，但他也有不服之处。我们劈干丝是片，再切。而那个机器是直接切，再切，纹路不一样。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有纹理的，它的肌理改变了以后，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。针对纹路各异的食材，淮扬菜有着纷繁复杂的刀法套路。脆性食材讲究直来直往，斜劈、直切，宽窄一致，粗细相同，这是淮扬刀刻的入门基本功。你要软性人就更难。鸭胗呢，又是软性又是脆性的食材，用十字花刀来解决它，它便于食材入味，烫熟的那一刹那打开。所以是南方人的一个特别必备的语句，是让所有的味道能入进去的时候，把每一片的间距都打得很均匀。击刀法是进阶课程，刀锋先斜角，再直角，腰片表面如麦穗一般。由于大同小异，运刀角度略微一变，就是荔枝刀法的要义。在刀客手中，寻常食材也有不寻常的美学呈现。莴笋呢，我们今天选用的叫兰花刀法，实际上是竹篮的篮。正反切的15度角，起刀跟落刀的角度，你要变了这个角度，是打不开的。
20多年前学徒的时候，好学的周六周日都不会睡懒觉，都是在菜场上面为民服务。铁蹄铮铮，气吞万里，一曲马蹄刀让刀工上升到视听审美的境界。这手艺的感觉没有切上100遍、1000遍，你是完全体会不着。万物自有性状，双手能够调分缕析，让山川、田野、湖泊、海洋的各路食材，在热汤的浇淋下，表达得妙到颠毫。中式刀法自古流派纷呈，而追求极致的匠心，却让海峡两岸一树枝繁叶茂，一脉年轮相承。远离都市的紧张与喧嚣，在台湾南部滨海而居的人们享受着恬静的慢生活。夏秋之交，正是虱目鱼丰产的时节。虱目鱼在台湾已有300多年的养殖历史。白天下网，彻夜分拣，紧张的流程始终不变。每个清晨，台南的渔民都要争分夺秒，才能第一时间将数千条虱目鱼送上餐桌。然而，虱目鱼吃起来却有一桩麻烦事儿。老一辈喜欢吃有刺的啦，那个年轻人比较喜欢无而起。遍布虱目鱼全身的222根分叉鱼刺，让年轻食客望而却步。除刺的需求，催生出各种手艺。片子蕨是惯常的处理方式，要领是避开鱼刺，分而治之。鲜嫩的鱼腹完整片下，可以让一锅白粥被点亮。鱼柳柔韧，在铁板上煎至酥香，是台南人的下酒绝配。鱼皮厚切，与辣椒同烧，皮胶渗出，软糯香溢。碎肉剁成鱼糜，是小朋友也能一口一个的鱼丸汤。现在有很多鱼肚啦、鱼皮啊、鱼柳啊、鱼头把它分开来，但是坦白讲，我们都是吃全鱼。对，在我们而言，这只鱼如果不是全鱼，就不是鱼。黄国良家中3代经营虱目鱼塘，除了养殖，他还有独家手艺。如果说片子蕨是存刺取肉，黄国良追求的是肉中摘刺。从鱼背下刀，沿主骨一侧将鱼身剖成2半，剔除主骨后，剩余小刺暗藏肉中。顺着主骨留下的痕迹下刀，鱼刺显形。拔字诀讲究巧劲儿寸用，发力要干脆，收力要迅速，多一分力，鱼刺会断在肉中。
背鳍附近，乱刺无迹可寻，要仰仗左手拇指的敏锐触觉。摸到鱼刺后，镊子深入切口，拔出的角度取决于鱼刺方向，方向不对，鱼刺会将细嫩的鱼肉划伤。练习多年，黄国良对鱼刺方位和鱼肉纹理了如指掌，才能使整鱼完美呈现。经过小火慢煎，生态养殖的虱目鱼会散发出如同烤芝麻一样的香气。蜗牛鸡在我们南部而言是一道老台菜了，对我们而言是小时候的记忆。在台南的家宴上，五柳枝是烹饪全鱼最家常的技法。多种蔬菜切成柳叶条，与肉丝过油煸香，煎透的虱目鱼放入锅中吸收汤汁。除刺之后，让人可以大快朵颐。我们家3代养鱼，我阿公因为这一只虱目鱼，养活了我爸爸7个兄弟姐妹。爸爸因为这一只鱼，养活了我们4个兄弟姐妹。鱼吃全鱼，家要和家。中国人的双手，抚慰的是心灵，勾连的是亲情，传递的是同根血脉的温度。人生如烹饪，火候是关键。温度既能改变万物性状，也能淬炼人的心性。千年盐都自贡，因盐井得名。盐业的繁荣，塑造了自成一派的盐帮菜。鲜辣滚烫，大开大合。在烈火中养成的盐帮菜厨师，性格也多少有点火。这句话用来形容即将登场的父女俩，再贴切不过。其实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，这是我很欣慰的。还可以盲算。那写菜单儿也好，算账也好，收拾碗也好，安排人员也好，我要轻松很多种。小朋友番茄炒蛋跟红烧肉。现在就是不听我的话噻，好，跟个男孩子是一样。心里急啊！差不多了。谈起父亲的脾气，女儿也持相同观点。他的缺点就是很急躁，就是没得耐心的。不要上那个，上哪个？上哪个？上那个。火象星座嘛，就是说话比较急。脾气，你看嘛，我们都是这样做的。哎呀，这边快点在上那个，那要不然你上来上个另外一个家。完了，好。我觉得没啥子的，他说话只是个语气，并不代表啥子。其实他就是想表达那个意思而已，对不对嘛？手机关了哪王总？你去不要现在听了，你别个加录啊，我录你就没事。但你知道哪听？我们吵架是日常，很正常的。父女俩以斗嘴打趣为乐，星座只是借口。这火爆脾气，还得从他们的招牌菜说起。你要想到腰花呢，一定要嫩，它又嫩又香。它香在哪个地方？香是一定要在火锅里有力量，它才能够调出来香味儿。刚刚一断生就好了，那在这那叫好吃。盐帮菜包含盐商菜、盐工菜等分支。工人创制的盐工菜最接地气，选料多用廉价的下水，腰花就是典型食材。
用料酒、白醋软化去腥。配料就是你自己配，想咋配咋配。你觉得好吃，你就这样配。但是我觉得做辣的好吃，因为它是内脏，辣到那才压到那些味儿。加入满盆佐料，提前码足滋味，只为在猛火爆炒环节精简工序，一锅成菜。接下来就是目不转睛的时刻。反正你看他几传就起锅，然后客人点菜呀，他就说：“嘿，这都我刚刚点过以后，这1分钟都出来哟，嘎。”那个火候特别不好控制，它是怎么不好控制？前面这是火，这个锅一坐上去之后，不到1分钟全部红了，锅都红了。入锅出锅，转瞬即逝。我们不妨重看一遍，这10秒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看似粗暴的翻炒，却是功力的体现。翻字诀讲究力道与幅度，连锅带菜7斤重，颠炒17次，腰花刚好断生。了字诀讲究火力的分寸，烈火与腰花若即若离，点到为止，染上烟火焦香，一瞬间滋味透骨。那个火候带给腰花入口是一种 Q 弹的感觉，有一些水分那种感觉。能听到声音吗？其实你们拍完了，一会儿我们可以尝一下，很嫩，安逸得很。然后用辣椒的鲜香跟大葱的那个甜，就融合在嘴边里面那种一种很丰富的复合性的口味，然后让你不停的吃饭、送饭，下饭神器。先把你们的情绪价值高满。时刻心满意足地散去。大厨休息，小厨上线。员工餐是火候到位与否的试金石。火大了，他有点胆怯，因为那个油溅在身上，你看嘛，只要那肯定要溅油噻。你看我的手速越快，它越啷得快的嘛。它油越飞得高的嘛，你看我到处都是伤痕累累的。啊，这是您教的？我只学看菜呀。相当于是嘛，他旁边指导你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告哈，哎，你告哈味道怎么样哦？来捏一根起来干。少点啥子味道，再加点盐巴，好，你再加点进去，然后就哈起来噻。啊，吃到好吃的时候，还可以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哦，这个味道是对的。除了手艺的传帮带，老爸对女儿还有更操心的事儿。哎呀，我巴不得他早点找一个男的就行了，不要那么挑，不需要有条件。第一，至少是个男的，确实不好找。他喜欢的，还是对方喜欢他的，确实不好找。这个应该慢慢来。吃饭喽！
眉眼传家风，心性续匠艺。刀光火影，千锤百炼，一代代厨师在古老的食谱上落下惊人的注解。很多城市都有一道招牌菜，人间天堂杭州也不例外。它以西湖命名。吃没吃过那个西湖醋鱼？杭帮菜第一经典西湖醋鱼，根源可追溯到宋代，曾让王侯富商、文人骚客竞相点赞。但还是这条鱼，如今却为何让有些食客一言难尽？走了没有？这个西湖醋鱼都流传了那么多年了，肯定因为好吃啊。报5的，报5的，一定是我们哪个地方出问题了，没有把这个鱼做好吃。作为既是杭州人又是杭帮菜厨师的傅月良，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。他决定对食客的吐槽一一破解，用双手把西湖醋鱼的口碑找回来。西湖醋鱼就有点怎么说呢？很腥，然后很甜。来，开始捞鱼。传统西湖醋鱼用的是草鱼，天然自带土腥味儿。饿养上几天，就可以排出肚内杂物，褪去几分腥气。做西湖醋鱼有一套7刀半切法。第1刀分成雌雄2片，雄片肉厚，要用4刀划开，再加1刀切去鱼牙。雌片肉薄，只划1刀，再加半刀切去剩下的鱼牙。共计7刀半。刀工密集，是为了鱼肉同步成熟。用文武火汆煮，这是傅月良对传统做法的升级。锅一半在炉膛内，一半在炉膛外。前面这个部分水是保持沸滚状态，锅里面这个部分是水是保持静止状态。文火慢煮，保证鱼肉熟嫩不柴。武火催发的蒸汽将鱼鳍高高推起，达到展翅欲飞的颜值标准。鱼肉清鲜，腥气尽除。但食客还有更高的要求，就是西湖是西湖，醋是醋，鱼是鱼。糖醋味大家都调的差不多，都还行。但是呢，唯一的问题是鱼没有味道，鱼没有底味。厨师的汤，唱戏的腔。一锅杂鱼浓汤，是傅月良让鱼肉入味的良方。鲫鱼、小黄鱼，然后呢豆腐，旺火快速跑。有一招从天而降的吊汤手法。能在短时间内加剧油脂微粒碰撞，与蛋白发生乳化，造就鲜美醇厚的白汤。用加入料酒、酱油的鱼汤浇淋，滋味层层渗透。解决问题至此，西湖醋鱼流传1000年，成为杭帮头牌菜的原因，依然成谜。在一本30多年前的杭州老菜谱里，傅月良找到了西湖醋鱼的味觉焦点——蟹味。它的味道的路径是这样进来的，就跟湖蟹一样的，先是醋、姜，最后是湖蟹的鲜甜味儿。从姜醋汁勾起的味觉联想，到唇齿间的缕缕肉感，组成蟹味的每一块拼图，都要靠心手合一来回校准。鱼有蟹香的美味魔法，并没有那么容易练就。来呀，还可以吧？如今，
傅月良的西湖醋鱼已更新到73版。烹饪这个传承，在于食客的口碑，好吃才能传下去。在这烟火人间，双手是心灵的延伸，是智慧的触角。庙堂大厨刀工如画，技艺如诗；市井高手炉火纯青，风韵无边。咱们不是有句老话吗？无他，唯手熟耳。只要对生活保有一腔热忱，人人都是高手，处处都有食神。漂亮，完美。不能不好看，你尝一个。好吃吗？哇！我们经常没有精美的餐具，没有华丽的手艺。你这包包的水面没到家呀，到处是洞。更没有奇珍异宝的食材，有的只是对食物虔诚的态度。只有领略过的人才能知道。来，准备，哎，慢一点哦。来嘛，来嘛。好的，慢慢学，慢慢学，不着急啊。